他是战国的第一浪漫诗人，也是中国文坛界公认的文学巨匠。李白曾夸他的诗歌光照日月，苏轼自认比不上他的万分之一。据说他还是阴曹地府中十殿阎罗里的楚江王，他就是我们端午节背后的主角屈原。可是端午节真的只是纪念屈原吗？最开始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以外，也包括了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、饮恨自刎的伍子胥，也有说法是纪念唐末农民起义的黄巢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人说是纪念捉鬼天师钟馗。大家好，我是卡洛，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端午节究竟是为了纪念谁。说起屈原，梁启超曾评价他是中国文学的开山祖师，风骚一词就是从他的身上出来的。注意啦，这可不是骂人，这个风指的是《诗经》中的国风，骚指的是《楚辞》中的离骚。这两部都是当年的文坛神作，所以说在古代有人称你风骚，那便是大大的夸赞。屈原的《离骚》算是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，因此他算得上是全球首位风骚男人。不过屈原那些震撼人心的诗篇，往往诞生于他最郁闷、最悲愤的时候。屈原之所以写下《离骚》，还得感谢战国时期的那根老油条，号称嘴炮之王的张仪。这个张仪传说是鬼谷子的弟子，他和苏秦合纵连横的故事，我们以后会单独讲解。时间回到西元前340年，屈原在今天的湖北秭归出生，他姓芈，名平，字元。你没有听错，这个屈并不是他的姓，而是他的氏。先秦那会儿，姓和氏是分开的，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，氏只有贵族才能用。到了后来秦汉时期这个姓氏才合二为一。这个屈氏在当时是楚国的3大贵族之一，都是楚王的本家，所以屈原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有皇室血统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屈原在他的《离骚》开篇就开始吹牛：弟高阳之苗裔兮，正皇考曰伯庸。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爹叫伯庸，我祖上可是皇帝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到屈原这一辈他的家族已经开始逐渐的没落。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周代实行的是分封制度，他的贵族血统已经决定了他依然有着光明的前途。成年以后的屈原被楚怀王看中，直接任命为左徒。左徒这个职位相当于咱们现代的正部级官员，是专门对接外宾的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外交部部长。战国后期诸国混战，楚国西边的秦国虎视眈眈，楚国要想不被灭，就得和秦国一样实行变法。屈原一上任就出使齐国，和齐国结成了同盟，为楚国争到了一个强有力的盟友。回国以后，他又主张不分贵贱的举贤任能，一时间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屈原在23岁的时候，张仪到访楚国，他想通过连横之术说服屈原和齐国断交，但屈原又不傻，和齐国断盟，秦国便没了后顾之忧。可是张仪是当时出了名的搅屎棍，他的3寸不烂之舌，没几个人能够招架得住，所以屈原当场就拒绝了让张仪会见楚怀王。可是张仪不死心，他用重金贿赂了当时楚怀王身边的宠臣上官大夫。这个上官大夫趁机在楚怀王面前搬弄是非，让楚怀王对屈原有了猜忌之心。话说有一次，屈原正替楚怀王草拟新的法令，上官大夫就立马跑到楚怀王面前搬弄是非。他说屈原到处和人讲，没有他，这个楚国的法令就成不了。屈原有没有说这个话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古话说得好，伴君如伴虎。君王身边的人，只要是才华横溢、功高盖主，就难免会被猜忌。屈原也不例外。楚怀王为了牵制屈原，最后将他降为了三闾大夫，说白了就是从一个外交大臣变成了文化部的官员。这个张仪的如意算盘算是成功了，他亲自觐见了楚怀王。放话说，只要楚国和齐国断交，我们秦国便奉上600里的土地。屈原闻言是极力的规劝反对，但是楚怀王早已被张仪的言辞迷惑，
不仅和齐国决裂，还派人去齐国的边境当众辱骂齐宣王。等到了齐楚彻底决裂以后啊，楚怀王让张仪兑现承诺，结果这个时候的张仪开始不认账，说我说的是6亩地，什么时候说过600里？此时的楚王又气又羞，怒发冲冠，决定举国伐秦。屈原看着楚王被张仪当猴耍，心中也难免愤愤不平，于是，在楚国大军出征的誓师大会上，慷慨激昂地写下了那篇祭祀天地、祈求胜利的九歌：生既死兮神已宁，魂魄逸兮为鬼雄。然而，历史已经给出了不好的结果，楚国2次出兵伐秦都惨遭失败。楚怀王再次把屈原请回了朝廷，派他去出使齐国，希望2国可以重修旧好。很难想象楚怀王当时让屈原出使齐国这个场面是有多尴尬，而屈原能完成这个使命，也足以证明了他在外交上的才能。屈原回国不久，再次遭到了楚王的猜忌和疏远，最终再次被放逐。等到屈原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和平谈判，结果遭到了软禁。等到楚襄王上台，屈原又因为是旧臣的身份再次被打压。这一次，他被驱逐流放长达20年。被流放的屈原，把对家国的热爱、流放的痛苦和对时局的无奈，统统地写在了他的作品上。他看到战火纷飞的百姓受到灾难的时候，便写下了那句“长太息，焉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。面对朝朝上的政敌打压，坦然写出了“异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面对流放时的漫漫征途，他仍然不放弃求知，写下了那句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这一篇诗作流传至今，不仅仅是文学瑰宝，更是承载了我们全球华人骨子里的那份清高和忠诚。西元前278年，秦国名将白起攻破了楚国国都，屈原听闻这一噩耗，心头的悲痛无以言表。复国之路遥遥无期，就像滔滔江水，永无止境。于是他在那年的5月初5，屈原怀揣着满腔的悲愤，跳入了汨罗江中，完成了他最后的献祭。我们翻开《楚辞》，屈原来到江边，衣衫飘零，面容憔悴，一副枯槁模样。这个时候，有个渔夫上前问：“您不是三闾大夫吗？何至于斯焉？”屈原回应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”渔夫劝他：“既然这个世界浑浊，为何不随波逐流呢？”屈原断然回答：“我宁肯赴湘江，葬在鱼腹之中，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”所以说，屈原投江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长期抑郁在心中的悲愤和无奈。据说屈原投江以后，楚国的百姓悲痛欲绝，纷纷赶到江边祭祀。他们划着小船，打捞着尸体，有的渔夫甚至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和鸡蛋，抛进了江里，说是要喂饱江中的鱼虾，以免他们侵扰屈大夫的尸身。这一做法迅速流传开来，有的地方百姓揣着雄黄酒投入江中，说是可以迷晕水中的怪兽，保护屈原的遗体。后来人们怕直接投食会被水兽吃掉，就把糯米包在树叶里，外面绑上彩色的线，这才演变成了我们如今端午节吃的粽子。至此，吃粽子喝雄黄酒也成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的传统。那么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以外，还有个地方它会划龙舟，而这个习俗最早其实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。据史书记载，春秋末年，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，沦落为吴国的人质。3年以后，他通过范蠡的帮助回到了越国。回到越国的勾践卧薪尝胆，花了10年的时间，最终灭掉了吴国。而勾践组织水军吹响复仇号角的这一天，正好也是5月初5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这段浴血奋战的历史，每年5月初5，大家都会把龙舟当作战船，重现当年众志成城的气势。端午节，有人管它叫粽子节、龙舟节，还有一个说法叫菖蒲节。在有一些地方，人们会在端午节的门口会挂上艾草、
和菖蒲，传说能驱虫辟邪。这个习俗就是为了纪念唐朝末年的起义领袖黄巢。在唐朝末年的时候，黄巢带领着起义军横扫中原，他所到之处城破人亡，血流成河，以至于老百姓听到黄巢军到就四处逃窜。有一年的5月初5，黄巢带着兵出城侦察，看到一个农妇衣衫褴褛，仓皇逃窜。这个黄巢就上前询问：“你怎么仓皇逃窜？”那个农妇用颤抖的声音回答：“听说黄巢带兵打来，这个人杀人不眨眼，我们要是不逃，就是在等死。”黄巢听了之后安慰他说：“只要你们门前悬挂菖蒲和艾草，就能保平安。我们起义军杀的是不忠不义之徒。”农妇把他的话带回村中，让大家伙照做。结果起义军到了以后，看到家家户户院门外悬挂着菖蒲和艾草，起义军也确实没有伤害百姓分毫。而这一天刚好也是5月初5。自此以后，民间便有了端午节插菖蒲挂艾草的习俗，人们也称这一天为菖蒲节，以此来纪念那次化险为夷的神奇一幕。端午节还有些地方会在门口张贴钟馗的画像。钟馗这个人啊，本来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，但是他却长得奇丑无比，五官扭曲，长得像个行尸走肉一般。传说他文武双全，才华横溢，于是他参加科考，但是在最后一场殿试中，唐高祖李渊亲自监考，结果看见钟馗那张脸，当场就把他逐出了考场。心灰意冷的钟馗在大殿外撞柱自尽。后来李渊听说以后也十分后悔，就赏赐了一件绿袍，并厚葬了钟馗。到了唐玄宗时期，有一年皇帝李隆基染上了疟疾，在梦中他看到有个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玉笛和香囊，而此时又有一个大鬼冲了出来，挖了小鬼的眼珠子给吞了。李隆基看到这个大鬼蓬头垢面，身穿蓝袍，一副獠牙，身上青筋暴起。唐玄宗瞬间吓得直哆嗦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“你谁呀？”只见梦中的大鬼扑通的跪下：“臣乃钟馗，高祖武德年间因为武举没有考上，休归故里，在殿前撞柱而死。幸蒙高祖赏赐绿袍葬臣，臣感恩不尽，势必替大唐除尽天下妖魔。”这唐玄宗一身冷汗，惊醒了。结果自己醒来以后，自己的疟疾也奇迹般的好了。而这一天刚好就是5月初5。从那以后，皇帝下令按照梦中的模样，让画家吴道子绘制了一幅钟馗的画像，分发到了民间，挂在大门两侧，以此来借他捉鬼镇财。所以到了每年的5月初5，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北方，家家户户都会张贴钟馗的画像，把它当作端午的镇宅门神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还记载，把钟馗的画像化成灰，配成药汁，可以用来调理难产、疟疾这一类的老毛病。这个能不能治病不好说，但终究说明了古人对钟馗驱邪的坚定信仰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但时下终究多数人还是认为端午节的主角就是屈原。OK， 你还知道哪些端午节的独特习俗，或者哪位被纪念的人物呢？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聊聊。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